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导演为何频繁青睐谭松韵？因为他掌握了中国文化的3大潜规则。36岁的谭松韵打破甜美形象，在《我的山与海》中素颜出演山区打工妹，收视峰值飙至 2.9%。从21岁咬牙练舞到北电跑龙套，再到凭《最好的我们》走红，他用20年证明，娃娃脸只是起点，共情力才是杀手锏。不炒作、零绯闻的他，成了导演心中稳妥的选择。最近这些年，娱乐圈的变化可真是翻天覆地，曾经站在顶尖的位置的人，转眼间可能就完全消失不见了。确实挺让人觉得奇怪的一个现象，就是谭松韵出道快20年了，今年也36岁了，但她的地位反而越发稳固，越混越顺。到2026年3月，谭松韵主演的《我的山与海》在央8的黄金时段上线，没几天时间，收视率就直接突破2，酷云的峰值还曾飙到 2.9%， 成为今年以来央8的收视霸主。令人没想到的是，这部戏彻底打破了她甜美的形象，让她演起了一个90年代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打工妹。要说原因吧，谭松韵确实有点特别，她那份自然又纯粹的气质，让不少导演觉得她不同于那些浮夸的流量小花，而且演技还很扎实，不管是喜剧还是剧情，她都能拿捏得不错。再加上他对角色的理解很到位，演起戏来真有让人信服的感觉，也难怪导演们会特别看重他啦。这事儿的从头说起。1990年，谭松韵出生在四川泸州叙永县普通家庭，唯一的孩子，父母也没什么背景，属于普通百姓一族。跟那些星二代、世家子弟比，他的出发点实在是低的不能再低了。21岁那会儿，这姑娘迷上了舞蹈，非得去考四川舞蹈学院不可。父母看她还小，担心封闭式管理太辛苦，劝她别那么拼，她偏偏不听，坚持要去。一到学校才明白什么叫苦，她腰却特别硬，每次拉筋练基本功，疼得直掉眼泪。不过她从不在电话里跟父母抱怨，每次打电话就一句话，挺好的。这种性格，时间久了也就成为了她的标签。办事有一套，不装腔作势。在2005年，年仅15岁的谭松韵被剧组挑中，出演了一部家庭题材的电视剧《好好过日子》，饰演春丽这个角色，整个戏份加起来都不超过3分钟。正是这3分钟的戏份，让他首次感受到表演的魅力，也点燃了他对演戏的热爱。2年后，他顺利考上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，正式迈入了专业演员的行列。在学校里，他没有太多的存在感，没去攀比，也不浮躁，课余时间就跑龙套，演些配角。别人都在忙着拍广告或接商业演出，他却安安静静地待在剧组里，专心练习演技。2011年《甄嬛传》上线，21岁的谭松韵在剧中饰演纯贵人方纯义。虽然这个角色戏份不多，但她把那份天真烂漫、没心没肺的气质演得非常到位，一下子就留在了观众的脑海里。那是个爱吃零食的小丫头模样。不过《甄嬛传》并没有让她一下子成名，接下来几年，她还是在各种电视剧里演配角，没挑3拣4，有戏就接。直到2015年，剧情才出现转折。那一年，她出演了《旋风少女》，扮演那个调皮捣蛋的范晓莹。戏里有一场，她和比自己小9岁的吴磊搭戏，怎么看都不像有年龄差。网友们都开始喊她童颜女神，也算是在娱乐圈站稳了脚跟。真正让她走红的是2016年的《最好的我们》，她饰演的耿耿，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白月光。那种青涩纯真的感觉，
再加上那份小心翼翼，全部都被他演得淋漓尽致。有不少观众说，看他演戏就像在回忆自己学生时期的点点滴滴。看完这部剧以后，谭松韵的戏路算是彻底豁开了。像《锦衣之下》《以家人之名》和《锦心似玉》这些剧，无论是古装、现代还是家庭题材，他都能应付得了自如。不少人觉得谭松韵能走红，主要靠那张娃娃脸。这个说法也有点道理，也不是全对。娃娃脸确实是优点，让她演少女没啥违和感，到了30多岁还能接青春戏。但光靠长相的话，撑不了20年。拍《我的山与海》的时候，谭松韵主动减到82斤。为了更符合90年代山区打工妹的形象，她素颜出场，刻意把皮肤晒得黑一些，粗糙一点，把那些精致的妆容都抛在一边。剧中的她显得瘦弱又疲惫，和日常综艺里那个精神满满的模样完全不一样。这种自我牺牲式的演绎，并不是为了吸引 attention， 而是出于对角色的敬重。她演戏有个特色，不用花哨的技巧，全凭真情实感。哭戏时不强装眼泪，该哭的瞬间眼泪就自己流出来。演喜剧时不刻意搞笑，到笑的时候观众自然就会笑。这种自然而然的感觉，很多专业培训出身的演员都难以达到。有业内人士提到，谭松韵的共情实力特别强大，能精准把握角色的情感起伏，让人物变得真实可信。实话说，她演的不是普通角色，而是把自己都融入了那个角色里。讲到演技之外的，说一下为什么导演们都把眼睛盯在她身上。娱乐圈里选角可不是单纯看演技那么简单，还得考虑风险系数。一个演员再火热，如果总是上热搜、赚绯闻，出点什么事就翻车，导演们敢放心用吗？资本投资也会打退堂鼓吧。谭松韵的强项就在这儿，出道快20年了，几乎没有绯闻，没有炒作，没有负面消息。你见过她靠袒胸露背博眼球吗？没见过。见过她参加那些乱七八糟的真人秀吗？也没见过。见过她和谁炒 CP 制造话题吗？一样没有。她的工作状态就是这样的，剧集一开播，她就积极配合宣传，没事就跟着帮衬着，不抢镜头，也不故意搞事情。在3月7日《我的山与海》上线的当天，她跑到佛山参加公益活动，整个过程低调得很。而到了3月10日剧组活动上，她以角色的身份和主创们互动，还顺手即兴唱了老歌，毫无做作的感觉。3月13日，她在社交平台发了一篇晚之日记，用角色的角度分析人物心境，还回应了搭档王劲松的感悟。这篇长文直接冲上热搜，完全没有花钱做推广，全凭内容本身火了起来。宣传结束之后，她就悄没声了，不参加综艺，也不搞什么商业炒作，更别说曝光私人生活。这种做法在娱乐圈里真是少见。偏偏就是这种另类，让她变成了导演心里那个稳妥的选择。交给她演角色，剧组不用担心还没完事就出差错，资源投到她身上，也不用担心钱打了水漂。谭松韵能受到导演们追捧，主要原因有3点。第一，演技范围广泛。她那张没有攻击性的脸，既适合演10几岁的少女，也能胜任职场女性、中年母亲以及年代底层人物的角色。古装、现代、家庭剧、职场剧，她都能轻松拿下，不需要导演为了配合角色特意修改剧本。第二，她的演技挺扎实，不浮夸也不尬戏，能准确把握各种情绪的细节。对于资本来说，收视率才是硬指标，导演更在意口碑，她2方面都能搞定。第三，她的人品是真的杠杠的，没有职场内斗，不抢位置，也不抢戏份，更不耍大牌，合作起来特别顺手。
拍戏一心一意，认真敬业，私底下低调又内敛，完全不会给作品添麻烦或者带来什么负面影响。在今天的娱乐圈，要同时做到这3点，真是少之又少。说到这儿，得聊聊他的家庭情况啦。早些年，他母亲意外去世，确实让他受到挺大的打击。不过他从不在外面拿这事来博同情，一直默默地照顾父亲，把那份悲伤都埋在心里。如今谭松韵单身一人，没有婚姻，没有恋爱关系，也没有孩子，一直保持着单身状态。面对外界催婚的声音，他从来不搭理，也不特意澄清，也就是按自己的步调过日子。这种做事风格与他对工作的态度一模一样，不迎合，不妥协，也不会被外界左右。娱乐圈挺浮躁，很多人一阵火起来，又很快就凉了，都是靠一阵风式的流量走红。谭松韵不一样，她的热度从来都不是靠炒作堆出来的，而是靠一部部作品，一个个角色一点点积累起来的。她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传奇经历，也没有那些令人津津乐道的明星八卦，只有踏踏实实的坚持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。到了2026年，她依然在这条路上稳扎稳打，不曾动摇。